乌军导弹袭击克里米亚太空雷达站，克赤大桥紧急关闭。俄罗斯最大炼油厂遭袭，乌军导弹精准命中下戈罗德。乌军突袭布良斯克，炸毁查塔河大桥，切断俄军补给线。乌克兰破解俄最新核潜艇机密，揭露技术缺陷与作战计划。俄罗斯中亚天然气管道突发爆炸，关键能源线停运。乌军连击俄军指挥中心，巴赫穆特指挥部遭毁。乌克兰再度空袭俄两大炼油厂，战略能源受重创。美俄核紧张加剧，美国两核潜艇部署，特朗普反击梅德韦杰夫。海啸重创俄罗斯核潜艇基地码头，一艘潜艇当时停靠。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在8月3日深夜，乌克兰发动了一轮大规模空袭，对俄军占领下的克里米亚多地展开打击。据 Astra 报道，当晚乌军首先出动了一批无人机对克里米亚实施饱和攻击，用以干扰和吸引俄军的防空系统。紧随其后，远程导弹迅速到达目标区域，精准命中一座用于追踪太空物体的俄军雷达站。现场传出的视频显示，相关军事设施在爆炸中起火，火光冲天，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夜空。其中，位于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的俄军基地爆炸声最为猛烈，整个夜晚几乎被爆炸巨响笼罩，连黑海上空都回荡着轰鸣。与此同时，克赤大桥方向也遭遇空袭威胁，导致交通一度中断。尽管俄方随后宣布恢复通行，但外界普遍认为潜在风险并未解除。事实上，近期克里米亚大桥频繁遭袭，过去1周内至少已被攻击5次。在南线战场，乌军也展开了针对俄占梅利托波尔地区的特殊作战。据悉，乌军突袭了当地车臣部队驻地，并在其军车上安装炸弹后引爆，炸毁了3辆军车，击毙5名车臣士兵，还摧毁了一套车载电子战系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车臣士兵平日里以热衷拍摄英勇作战短视频而闻名，有不少人甚至成为网络红人。但战场终究不是秀场，此次突袭是否有幸存者留下最后影像，外界不得而知。此外，乌克兰空军也在马利尼夫卡地区发起了常态化打击。一架米格29战机完成侦察任务后，投掷了2枚 GBU-62滑翔炸弹，成功摧毁了俄军阵地，现场瞬间升起大量黑烟。而在国际层面，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正式宣布，将为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与此同时，波兰也刚与韩国签署了总额达67亿美元的军购协议，订购180辆 K2 主战坦克。若订单全部到位，波兰将拥有比英、德、法、意4国总和还多的坦克数量，仅次于美国和土耳其，在整个北约内部跻身前列。在过去2天内，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展开猛烈攻势，连续空袭至少5座炼油厂，给俄方的战争补给线造成沉重打击。就在局势持续升温之际，俄罗斯最大的炼油设施夏诺夫哥罗德州的克斯托沃炼油厂也在8月3日晚遭到乌军空袭。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晚乌军出动数十架无人机，直奔位于距乌克兰边境800多公里的克斯托沃工厂。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能源体系的核心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炼油设施之一。从目击者发布的视频来看，克斯托沃工厂多处地点燃起熊熊大火，数架无人机精准命中油罐区，造成至少3个油罐爆炸，火势持续燃烧至次日清晨。几乎在同时，位于黑海沿岸的度假城市索契也发生油库爆炸事故，夜空中喷发的火球在海面形成巨大反光。作为俄罗斯著名的旅游胜地，索契在2025年以来已多次遭遇袭击，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乌克兰总参谋部在最新战报中确认了对多地俄方能源设施的打击成果，包括此前空袭的梁赞、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沃罗涅日的燃料基地。同时，乌军还打击了俄军重要的后勤支撑点奔萨的一家无线电制造企业，该厂长期为俄军提供精密电子设备。
此次系列打击被认为是乌克兰安全局与情报总局联合策划执行的作战行动，特种部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波能源系统攻击恰逢美国计划出台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经济制裁，外界普遍认为乌方此举构成了战场与外交上的高度配合。毕竟，一旦制裁生效，首先受冲击的将是俄罗斯赖以维系战争的石油产业。而乌克兰近年来的战场经验已反复证明，针对炼油厂等能源设施的打击能有效削弱俄军的补给、运输与作战能力。此前在俄乌谈判过程中，莫斯科方面一度提出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作为交换条件之一，这本身就凸显了油厂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战略价值。而眼下，乌克兰显然更清楚这一点，也更坚决地将战术重心指向了俄罗斯真正的燃料命脉。乌克兰再次突入俄罗斯本土，这次的目标是布良斯克地区。当地时间8月2日，乌克兰特种部队展开突然袭击，强行推进至鲁德尼亚察坦一带，迅速拉开了新一轮地面攻势的序幕。据诺尔报告等媒体披露，乌军在几乎没有遭遇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推进了约7公里。侦察部队迅速锁定了战略要地察塔河大桥，并在桥下布设近30枚 TM-62反坦克地雷，随后远程引爆。桥梁炸毁的同时，乌军还发动 FPV 自杀式无人机空袭，伴随着剧烈爆炸，大桥被炸成数截，桥面塌陷，滚滚浓烟席卷布良斯克边境。这一举动直接切断了俄军一条长达16公里的地面补给线，使乌军在俄境内部署如同钉子，牢牢钉入俄防线。此次袭击标志着乌克兰最新一轮深入俄罗斯境内的地面战役。此前，乌军更多活跃于库尔斯克与别尔哥罗德一带，如今布良斯克正成为新的焦点。在突袭察塔桥之前，乌克兰空军已出动战机，对布良斯克的西尤尔科维奇边境检查站发射了 ASM 精确制导炸弹，掀起巨大爆炸，蘑菇云腾空而起，显然是为后续地面推进清除障碍。与此同时，俄军也尝试反制，袭击乌克兰南部的桥梁。然而，在攻击赫尔松连接克拉贝尔岛的大桥时，却意外命中了附近居民区。俄军投下的航空炸弹造成2栋民宅严重损毁，引发争议。大桥本身虽然受损严重，但仍可通行。视频显示有车辆在桥上通过。这座大桥是当地居民往返岛屿的唯一通道，其民生重要性不言而喻。俄方此次行动无疑将引发乌军的强烈回应。乌军是否会进一步巩固在布良斯克的突破口，扩大战果，将成为接下来战局的关键观察点。近日，俄罗斯多艘核潜艇的动态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而更令局势复杂的是，乌克兰成功破解了俄军最新核潜艇的机密文件。据 Nexta 新闻报道，乌克兰情报总局近日掌握了俄罗斯波扎尔斯基大公号核潜艇的内部资料。这艘隶属于 955A 型北风之神 A 级的战略核潜艇，曾被俄方高度重视和赞誉，但如今其关键作战计划、工程报告乃至船员名单等敏感信息被乌方掌握。波扎尔斯基大公号配备16个 R-30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舱，每个可搭载10枚核弹头，具备强大的核打击能力。但乌克兰通过泄露的文件还发现了潜艇存在的技术缺陷，这对俄罗斯所谓的核三位一体打击体系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该核潜艇现停驻在摩尔曼斯克州的加吉耶沃港口。值得注意的是，这艘潜艇于2025年7月24日刚刚加入俄罗斯北方舰队，且由普京亲自下令部署。俄方至今未对该泄密事件发表官方回应，消息尚待进一步核实。此外，近期俄罗斯远东核潜艇基地因勘察加 8.8 级地震遭遇海啸冲击，英国情报机构披露基地码头被毁，但暂无潜艇受损报告。这一系列事件也显示出基辅情报部门的强大能力。此前，乌克兰曾指控其反腐机构被俄方渗透，甚至一度推动剥夺该机构独立性的法案，引发民众抗议，最终在泽连斯基干预下予以纠正。随后，乌克兰反腐机构侦破了一起涉及现任议员和地方政府高官的大规模国防贪腐案。
初步调查显示，该团伙通过虚抬无人机等军购价格约30%，从中谋取巨额差价。综上所述，乌克兰在战时不仅致力于防止敌方渗透，更加重视内部反腐，保障国防资源的合理使用，这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近期，除了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外，俄罗斯自身的能源系统也遭遇了重大意外。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中亚地区的一条天然气管道突发爆炸。据路透社报道，这条管道负责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输送至俄罗斯境内，途经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斯坦，几乎贯穿整个中亚地区。因爆炸事故，该管道已被无限期停运。这对俄罗斯军方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因为许多关键军事设施依赖这条管道的能源供应，譬如著名的米格飞机制造厂、德米霍夫机械制造厂以及马格南 K 弹药厂等均受影响。目前，莫斯科尚未对此次爆炸发表详细声明，事故原因仍不明确，爆炸地点也颇具敏感性。近期，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出现裂痕，尤其是与亚塞拜然的关系日益恶化。值得一提的是，亚塞拜然近期首次向乌克兰出口天然气，显示其在俄乌冲突中倾向基辅及西方阵营。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哈萨克斯坦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表面和谐，实则冷淡。在国际市场上，印度在美国压力下正面临是否继续采购俄罗斯石油的艰难选择。据彭博社报道，印度最大的炼油厂近期已从美国和阿联酋购入数百万桶原油，以应对白宫的施压。外界还爆出多艘俄罗斯油轮被困印度海岸，难以上岸。然而，印度媒体表态不会轻易放弃俄罗斯石油供应，印度外长苏杰生更是重申将继续采购。但鉴于印度尚未与美国达成全面贸易协议，其承诺的可靠性仍遭质疑。过去几个月，在国际制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俄罗斯石油收入大幅缩水。英国等国也陆续推出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措施。目前，全球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美国即将实施的新一轮制裁，距离白宫设定的最后期限仅剩短短5天，形势紧迫。近日，乌克兰对俄军前线的打击持续加码，连续空袭俄军多个指挥中心。最新消息显示，乌军成功摧毁了巴赫穆特的一个重要指挥部。多家俄罗斯军事频道报道，8月1日前后，乌克兰战机突入巴赫穆特展开猛烈空袭，现场视频显示，俄军前线指挥所遭遇重创，瞬间浓烟滚滚，2栋建筑物被炸毁，爆炸声震撼战场。这是乌军近期对巴赫穆特的最新攻击行动。与此同时，在其他战区，乌军接连击毁数个俄军指挥系统，显示其多线打击能力显著提升。南部战场也不容乐观，乌军对赫尔松和扎波罗热战区发起猛烈炮击。夜间，乌方使用 M142 HIMARS 系统连续发射 GMLRS 火箭弹，俄占梅利托波尔和托克马克接连传出数十起爆炸，多个俄军军事设施受损，初步评估损失惨重，疑似弹药库被点燃。乌克兰空军也积极支援扎波罗热前线。不久前，目击者拍摄到一架米格29战机投掷 AGM-88 HARM 反雷达导弹，目标一位俄军道尔防空系统。具体战果仍待卫星数据确认。俄军方面，轰炸行动依旧频繁。根据 Mesh 报道，俄军日前袭击了苏梅火车站，并损坏了一列载客列车。虽无人员伤亡，但类似事件今年已多次发生。6月底，俄军一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击中第聂伯罗列车，凸显防空的重要性。据 ISW 战争研究所数据显示，乌军7月防空拦截率达 87%， 创下新高。俄军无人机发射频次月度攀升，但巡航导弹攻击频率基本持平。随着更多防空系统抵达，乌军的防空能力有望持续增强。乌克兰近日再次发起新一轮远程打击，将目标重新锁定在俄罗斯的能源系统。据 Astro 报道，当地时间8月1日晚，乌军无人机率先突袭了位于萨马拉地区的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现场爆炸剧烈，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油厂附近升起巨大的火球，浓烟滚滚，宛如大型弹药库爆炸，火势迅速蔓延，夜空中犹未显眼。数小时后，俄罗斯梁赞列油厂也遭遇袭击，多架无人机击中了厂内储油罐。虽然梁赞的火灾规模不及新库比雪夫斯克，但其地理位置极具战略意义，距离莫斯科东南仅196公里，其能源供应直接影响俄首都安全。事实上，梁赞和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此前均多次遭受乌军空袭。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后，乌克兰显然正在重启对俄战略能源设施的打击。与此同时，乌军昨夜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发动第3次空袭，普里莫尔斯科阿赫塔尔斯克空军基地遭猛烈轰炸。NASA 卫星图像证实基地发生火灾，具体损失仍在评估中。该基地是俄军重要战机起飞和无人机发射点，遭受重创后，俄军行动或受影响。此外，俄军对沃罗涅日、利普茨克等地也发动多次轰炸，作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大规模空袭的回应。俄军空袭造成基辅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多处居民楼受损，近200名平民伤亡。预计双方冲突将进一步升级，乌军可能继续针对俄方关键目标发起反击，战火愈演愈烈。特朗普与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言辞交锋持续升级，美国方面更率先派出了核武器以示压力。据悉，美国已部署2艘核潜艇前往相关海域，旨在向莫斯科施加军事威慑。8月1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他已命令这2艘核潜艇进入指定区域，以回应梅德韦杰夫此前的威胁。梅德韦杰夫曾警告特朗普，其言论可能导致美俄直接冲突，并强调了俄罗斯的核打击能力。对此，特朗普不仅派遣核潜艇，还讥讽梅德韦杰夫可能虚张声势。随后，俄罗斯方面要求美国国防部澄清潜艇部署的具体位置，但未获得回应，引发各方关注。自7月底以来，特朗普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出现明显转变，开始公开批评莫斯科，并向俄罗斯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俄方在12天内达成停火协议，否则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制裁压力。随着截止时间临近，俄方仍未展现停火迹象，局势紧张。与此同时，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北约正制定新的军援机制，以提高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效率。计划由乌克兰确定优先装备清单，每批军援金额约为5亿美元。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将协调成员国共同筹措，预计总援助金额将达到100亿美元。五角大楼确认，美国将为乌克兰及其盟友生产价值达35亿美元的 M-ROM 防空导弹。只要供应顺畅，欧洲国家也将积极参与援助行动。德国已宣布将向基辅运送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发射装置预计数日内抵达。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表示，柏林与华盛顿达成协议，美国将确保德国能够及时补充爱国者系统，确保对乌援助的持续性。俄罗斯勘察加半岛的地震和海啸事件持续发酵，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俄军位于维柳钦斯克市的核潜艇基地受到海啸影响，码头部分结构严重损坏。据《每日电讯报》分析卫星照片后披露，该基地一座桥墩明显偏移原位，结构疑似断裂。英国海军退役军官汤姆·夏普表示，码头损毁情况非常不寻常。更值得关注的是，7月31日的图像显示，损毁的码头上仍停靠着一艘潜艇，附近还有一艘维修拖船。尽管目前尚未有潜艇受损的确切证据，但莫斯科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此次受影响的核基地距地震震中仅30公里，邻近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也遭海啸重创。地震后，勘察加沿海已多次出现海啸现象，尚无核泄漏报告。与此同时，勘察加的克柳切夫火山也于日前喷发，为欧亚大陆最高、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地震、海啸与火山喷发接连发生，使俄远东地区局势更加紧张，而这里部署有多个关键军事设施。除了核潜艇基地，俄军还在该区域设有情报站。然而，进入2025年以来，该地军事设施接连遇袭。
乌克兰特工不仅破坏了俄远东的军用机场，多个弹药库也遭打击，显示即使是远东腹地也不再安全。在国际方面，波兰军工企业 PGZ 计划在乌克兰设立工厂，生产 Krab 型155毫米榴弹炮炮管，并积极测试海上无人机系统，准备在波罗的海实施新战术，以应对持续的俄乌冲突局势。好的，感谢你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